说孙燕姿是冷门歌手，周杰伦第一个不同意。第一次被拿走，然后这是周杰伦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。2001年，因为孙燕姿的出现，周杰伦和一生中唯一一次的最佳新人奖失之交臂。那一年的街头巷尾，你能听到的不是周杰伦的龙卷风，就是孙燕姿的天黑黑。于是，在金曲奖最佳新人的颁奖现场，没等主持人公布结果，台下狂热的歌迷就已经迫不及待。得奖的是孙燕姿。和其他奖项不同，最佳新人奖只能在刚出道这一年获得，且一生只有一次机会，因此周杰伦留下终生遗憾，永远无法集齐金曲奖大满贯。不过他并没有耿耿于怀，反倒是在多年之后将这件事拿出来开玩笑，因为输给孙燕姿，他心服口服。孙燕姿的人生从出生就是个大写的顺。1978年，孙燕姿出生在新加坡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，父亲是世界级名校的大学教授，母亲也是老师。大他3岁的姐姐后来成为了新加坡投资银行副总裁，小他3岁的妹妹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医学硕士，一家子精英。孙家女儿的成功有一部分得归功于父亲的鼓励式教育。爸妈都觉得我是天下最棒的女孩，对，就是有时候他们看着我的眼光是这样。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成长，孙燕姿的音乐道路也充满了快乐。5岁弹钢琴，10岁登台表演，18岁写下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《Someone》。进入大学后，孙燕姿也是一边读书一边组乐队玩音乐。于是当华纳音乐高层来学校挑选歌手时，一眼就看中了孙燕姿。为了签她，公司足足等了2年，只为了让她先完成学业。2000年，孙燕姿以同名专辑出道，一举拿下了当年的年度销售总冠军。宣传文案更是简单到只有一句话：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，无需任何华丽的词藻修饰。这个穿着背心的短发女生，只用一首《天黑黑》就唱进了所有人的心里。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，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，然而横冲直撞，被误解被骗，是否成人的世界背后终有三全。华纳一看的确没白等，于是趁热打铁为孙燕姿出了第2张专辑《我要的幸福》，一首开始懂了也成为孙燕姿早期情歌的经典代表作之一。相信你只是爱过，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，全部幸福不会来了。仅仅过了半年，孙燕姿又发行了第3张个人专辑《风筝》。专辑里的《绿光》这首歌，动感的节奏和踢踏舞步的编排让人过目不忘。传奇却如此熟悉，在天空里的精灵说一声 Listen to me， 有一道绿光，幸福在哪里出现，般不可思议，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，不同于任何意义，你就是绿光，如此的美丽。连发3张专辑，张张大卖，这对一个新人来说是绝无仅有的好成绩。于是2002年亚洲周刊封面把孙燕姿与周杰伦并列，用男友周杰伦，女友孙燕姿来评价2人在音乐市场的地位。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孙燕姿会趁势而上之时，她却突然宣布要隐退歌坛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新时代华语乐坛4大笑话：无人打榜周杰伦，没有水平 SHE， 只吃老本陈奕迅和冷门歌手孙燕姿。2021年，孙燕姿以另一种形式再次出圈。一位小朋友在论坛发帖，给大家推荐一个冷门歌手孙燕姿。这个帖子一经发出，很快就被推上了热搜。孙燕姿本人还亲自认领了冷门歌手的头衔。发帖者见状赶紧出来道歉，称自己今年14岁，学钢琴11年，除了华晨宇的歌外，从没有听过华语歌曲，因为华晨宇的音乐是世界级的，不算华语音乐。先不论华晨宇的音乐算不算世界级的，只想说现在的00后实在太可怜，错过了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黄金时代。他可能永远也想不到孙燕姿在当年有多火。2003年，孙燕姿发行了第7张专辑，其中一首《遇见》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，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理由
在实体唱片逐渐式微的情况下，孙燕姿的专辑却张张大卖。全台湾最畅销的20张专辑中，孙燕姿的7张专辑全部上榜。这就好比学霸控分，不是他只能考100分，而是满分只有那么点儿。凭借一张张卖到脱销的专辑，年仅24岁的孙燕姿更是登上了春晚的舞台，举行了个人巡回演唱会。当天后王菲被问到谁会是自己的接班人时，她脱口而出的就是孙燕姿，甚至连星爷都抛来橄榄枝，邀请她出演自己的电影。想找你好久了，你多久我都要等你。可就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，孙燕姿却选择了隐退。2003年，孙燕姿在演唱会上向歌迷请假休息1年，在精神上给我很大很大的力量，然后就是我1年后我一定会回来，然后我一定会为你们做得更好。孙燕姿之所以选择隐退，只是因为她太累了，她只想简单纯粹的唱歌，但忙碌的工作压得她喘不过气。然后演唱会完就回家，然后我就坐在沙发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，我是一个人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，我一定要先停下来。2004年，孙燕姿带着新专辑《Stephanie》强势复出，人气不减反增，创下了全亚洲销量200万张的记录。重新归来的孙燕姿糅合了对爱情、对生活的感悟，她将这些情愫通通写进了歌里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然而重返事业巅峰期不久，孙燕姿却再次选择隐退，只因公司为炒作新专辑开记者会，曝光她拍 MV 时在当地遭遇敲诈勒索，甚至威胁人身安全。孙燕姿出面澄清，事实没有那么夸张，她不愿配合炒作，也不愿过度消费自己，于是果断和公司解约，沉寂了4年未发专辑。歌迷们统计过，出道20多年，孙燕姿几乎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都在休息。频繁的隐退自然也带来了很多影响，比如代言全部掉光，粉丝大量流失。有人问孙燕姿如果不红了怎么办，她淡定地表示，红不红不是重点，以前不是，将来也不是。几年前在一档综艺节目上，有位粉丝声泪俱下地说道，老师，我喜欢您12年了，初中高中的时候就会唱80多首了您的歌，然后但是小时候没钱，所以没看到您的演唱会，之后您就不怎么开演唱会了。的确，对于很多80、90后来说，孙燕姿的歌早已不是歌，而是回不去的青春。5年前，宋丹丹的一个眼神，吓得孙燕姿不敢再上综艺。认真的人在娱乐圈有多难混？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。这一幕发生在《明日之子》第3季中，当天来了位长相清纯、气质可爱的女生，在场的评委对这样的甜妹都满是期待，可她一开口就秒变车祸现场。我们来自2个星球，一个是忧伤，一个是阳光。你说我们完全相反性格，一个是忧伤，一个是阳光。嘟嘟嘟啦啦啦啦呜，嘟嘟嘟啦呜。虽然唱功有些拉胯，但他还是凭借高颜值赢得了宋丹丹的欢心。我听你的歌，我汗毛都炸起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的那种单纯呐，你的那种青涩呀，然后他的形象又那么好看。我不太懂哈，我真的我很喜欢你。和宋丹丹不同，歌手出身的孙燕姿对这种空有好外表，唱歌却五音不全的选手实在难以接受。外表非常可爱，可是我觉得以歌来讲，你没有做进去，有这个音飘掉，然后有一些好像3拍 triplets 的东西没有在点上。可宋丹丹有自己的坚持，我觉得她真好看啊。她弄这小孩能特别很干净，而且是吧？挺漂亮的，不是那种通俗的好看。对对对。如果换做别人，面对圈内前辈，可能卖个面子就过去了。可孙燕姿不愿妥协。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比搞笑的是，虽然孙燕姿一再提醒，但这名选手还是成功靠脸晋级。随后在对待另外一位女歌手二毛时，宋丹丹更是充分展现了什么叫做双标。二毛不仅唱功好，嗓子也很出众，但因为她害羞，所以表演时全程背对导师，演唱时还改了1、2句歌词。对此，宋丹丹和华晨宇进行了激烈的争论。不能说因为我害羞我要背着，那你就不要上舞台，这是第一。第二点，赛制是一样的。你不能说我不习惯唱这个歌，我就要唱另一个歌。
所以我觉得你其实违反了比赛规则，对我来说。没有，我反对，支持。我真的支持他们。那规则一定要一致，说如果你有创作才能，你可以随便填词，必须要把规则说清楚。这是考试。我反对，丹姐。这是一档音乐竞技综艺，宋丹丹却总是以演员的表演的标准来评判选手。在面对脸好看的女选手时，宋丹丹就可以容忍她唱功不好的缺点；真见到有实力的选手，她却吹毛求疵，论起了比赛规矩。刚开始，孙燕姿忍着没有反驳，但在最后决定该选手去留的时候，她还是忍不住按下了一票通过。虽然这一票不足以改变结局，却至少不会让二毛陷入自我否定中。结果一旁的宋丹丹瞬间变了眼神，似乎是在质问孙燕姿为什么不按剧本走，吓得孙燕姿连忙道歉解释：“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。”谢谢老师。我觉得我看到他的努力，他值得有一颗心，让他带回家去。希望你继续加油。该综艺录制完毕后，孙燕姿在直播里吐槽自己参加节目太累，以后不会再参加类似综艺了，因为她不懂真人秀，说到底就是个秀，太过认真的人反而会显得格格不入。如今孙燕姿早已结婚生子，成为了2个孩子的妈妈，日子过得平淡温馨。2020年，为了纪念自己出道20周年，孙燕姿特地开了一场线上演唱会。这场演唱会冷门到只有1000万人观看。视频里，孙燕姿依旧是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，穿着白T 恤、牛仔裤，赤脚站在地板上，又唱起天黑黑，一开口就唤起一代人的青春回忆。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，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，然而横冲直撞，被误解被骗，是否成人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依然没有女生像她一样唱歌，而听歌的我们早已长大。